7号，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在北京举行。会晤正逢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的重要节点。时隔4年多，中欧领导人会晤回归线下，重点谈什么？如何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来看报道。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于12月7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同米歇尔和冯德莱恩共同主持会晤。今年恰好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也是这一高层对话机制继2020年和2022年2次以视频形式举行后重新回归线下。时隔4年半再聚首，中欧领导人可能聚焦哪些议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回溯过去，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所涉及的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彭博社引述欧盟驻华代表团的话称，此次会晤将重点聚焦中欧关系和国际事务，双方领导人将探讨如何实现更平衡互惠的双边贸易关系，以及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全球卫生和流行病预防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深圳卫视分析，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讨论的议题与4年前相比会有较大的不同。双边层面，双方将围绕经贸、战略和安全等领域进行探讨。地区和全球层面，中欧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世界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进一步扩大利益汇合点，还将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崔洪建认为，作为目前双方最高层级的定期交流机制，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议题将更为全面。此前进行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更多针对具体领域，所产生的成果和反映出的问题将在本次领导人会晤的场合加以回应或解决。中欧呢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考验，同时呢现在也在不同程度的承受一些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各种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4年以来，我们看到无论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欧美关系、欧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各种复杂因素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中欧之间的对话交流它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呢，双方要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的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同时呢，还要在稳定和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去推进合作。再一个呢，就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我想中欧是有必要发出更多的共同的声音。外界注意到，对于这次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进行了展望，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欧洲必须正确看待中国。不过，随后他话锋一转，老调重弹称，必须认识到欧中关系中存在明显的竞争因素，欧盟不会接受对华贸易长期不平衡。冯德莱恩还声称，欧盟拥有保护其市场的工具，但更愿意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通过积极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汪文斌表示，中欧贸易现状是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条件和双方产业结构共同影响的结果，贸易数据也不能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下中欧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华欧企超过1/3的出口量返销欧洲，表面上看中国拥有顺差，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利润是由欧方享有的。买卖是双方的事情，如果欧方一方面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施加严苛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幅增加对华的出口，这恐怕不太合常理。我们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营造良好氛围，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
共同努力。实际上，欧盟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获益匪浅，中国市场对欧洲疫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中欧互为第2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去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意味着中欧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超16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月1号，中方宣布对德国、法国等欧洲5国单方面试行免签1年政策。对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这将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并促成欧中之间更多的经济合作。Foreign companies have been feeling that they're not perhaps quite as welcome today as they were before.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government go out and signal that, we're open for business, we want to work with you. This brings of hope for many foreign entrepreneurs. China will be more open to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hina will facilitate business for foreign entrepreneurs. 尽管欧洲企业对于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感到欣喜，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欧关系压舱石的经贸领域，近来频频遭到欧方部分政客的破坏。9月，冯德莱恩领衔的欧委会宣布将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1个月后，欧洲方面称，经过抽样方式确定选择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3家中国车企进行反补贴调查。相关做法完全无视中欧汽车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损害的是双方的利益。观察指出，对于欧盟来说，中欧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国市场庞大而利益巨大，欧洲做不到与之脱钩；但另一方面，欧洲一些人片面强调中欧之间的对手面，刻意忽视伙伴面，鼓吹对华去风险、降依赖，损害双方合作与互信。而这背后的原因与欧洲目前所处的内忧外患境遇也不无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披露，米歇尔将缩短他的北京之行，因为欧盟内部无法就乌克兰入盟事宜达成一致。欧盟峰会将于下周召开，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强烈要求将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从议程中删除。米歇尔将紧急与欧尔班见面协商此事。欧洲也经历了无论是它内部的更多的矛盾和分歧，还是它现在周边面临2场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现在对欧洲来说呢，面临着比较大的要实现经济复苏、要抑制通货膨胀等等这样一些经济任务。看到欧方呢越来越强调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甚至在这基础上呢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去风险的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些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和中欧现有的相互需求和中欧此前的合作的这个经验呢都不相符合。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重新去调整结构，然后重新去寻找更适合双方共同发展的模式等等这样一些必要条件的关键的时刻。